黄仁勋在最近的投资者闭门会议上偷偷说了一句几乎被所有媒体漏掉的话：未来10年 AI 最大的增量市场不在英伟达所在的云端数据中心，而在你口袋里那部每天陪伴你16个小时的手机。说完这句话，他在白板上写下了唯一一个公司名字：高通。你现在打开任何一个财经平台，搜索 AI 半导体，出来的全是英伟达、AMD、Intel。所有人都在聊 H100的产能，聊 GH200的算力，聊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好像 AI 就等于云端，等于那些插满了显卡的巨大机房。但几乎没有人聊端侧 AI， 更没有人认真聊过高通。甚至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高通就是那个靠收高通税躺着赚钱的流氓公司，是手机厂商集体声讨的对象。跟现在火热的 AI 革命根本沾不上边。今天这个视频，我不会给你念高通的财报摘要，也不会跟你吹什么10倍股的神话。我要做的是帮你把高通那份看起来净利润暴涨162%的财报彻底去水分，拆穿市场对端侧 AI 的集体误判，告诉你为什么在所有 AI 半导体公司里，高通是唯一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价值洼地。看完你会明白，高通从来不是下一个英伟达，它是 AI 时代无处不在的毛细血管。如果你想在 AI 行情的下半场找到一个能穿越周期的长期标的，或者你只是想学会怎么看懂一份被管理层精心包装过的科技公司财报，这个视频值得你完整看完。建议先收藏，后面我会用到 SOTP 分类加总估值法和 DCF 现金流折现模型，拆解保守和乐观两种场景下的合理股价。你可以随时拉回来对照，你先记住一个非常反直觉的判断：现在市场对 AI 的所有定价都只给了云端的大脑，却完全没有给连接所有终端的神经网络，而高通就是这个神经网络的核心建设者。很多人到今天还把高通当成一家手机芯片设计公司，这就跟10年前把苹果当成一家手机制造公司一样好笑。你去看华尔街给高通的研报，大部分还是按照手机周期股来给它估值，看的是手机出货量，看的是骁龙芯片的迭代速度。但这恰恰是市场最大的认知偏差。高通真正的护城河从来不是它能设计出多强的骁龙芯片，而是3层别人永远抄不走的壁垒。这3层壁垒加起来构成了高通在 AI 时代最坚固的商业堡垒。你肯定听过高通税这个说法，从小米到华为，从三星到苹果，几乎所有的手机厂商都骂过它，说高通垄断，说高通漫天要价，说一部手机1/3的利润都被高通拿走了。但骂归骂，10几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一家手机厂商能真正摆脱高通。原因非常简单，全球几乎所有的3G、4G、5G 通信标准核心专利都攥在高通手里。不管你用谁家的芯片，不管你是安卓还是 iOS， 只要你的手机能打电话、能上网，就绕不开高通的专利。这个业务有多赚钱？去年高通 QTL 专利授权部门的营业利润率是72%。我给你做个对比，英伟达现在最赚钱的 GPU 业务，营业利润率大概是60%，苹果被称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整体营业利润率也不到30%，而且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躺着赚钱，不需要研发新芯片，不需要建晶圆厂，不需要管供应链的波动，不需要担心库存积压，只要专利还在有效期，每年几十亿美元的现金流就会自动流进高通的账户，这就是高通最硬的现金流底库。很多科技公司在行业下行周期里会砍研发、裁员、停掉所有不赚钱的业务，甚至会出现现金流断裂的风险。但高通不会，哪怕手机出货量暴跌，哪怕骁龙芯片卖不出去，它的专利收入依然会稳定增长。这也是为什么高通能在去年行业最困难的时候，依然拿出2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还能连续2-3年增加股息。这种现金流稳定性在整个半导体行业里你找不到第二家。但这还不是高通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果只有专利授权，高通确实只是一个收租的。但高通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把专利优势转化成了端侧 AI 的技术优势。很多人说 AI 大模型都是在云端跑的，手机上的 AI 都是玩具。这句话放在2024年之前可能没错，但放在今天已经完全过时了。你可以自己想一想，你愿意把你和家人的聊天记录、你的相册、你的健康数据、你的银行账户信息全部上传到云端的大模型里吗？你愿意每次用 AI 功能都要等几秒钟的网络延迟吗？你愿意为了每次 AI 查询支付流量费和云端服务费吗？这些问题云端 AI 永远解决不了。云端 AI 的本质是中心化的，所有数据都要传到服务器，处理完再传回来。
这就必然会带来隐私问题、延迟问题和成本问题。而端侧 AI 就是把大模型直接跑在你的手机、汽车、手表、机器人上，所有数据都留在本地，不需要联网，没有延迟，也没有隐私泄露的风险。这才是 AI 真正能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每个人生活一部分的形态。而在端侧 AI 这个赛道，高通已经领先了所有人至少2年。为什么？因为端侧 AI 的核心挑战从来不是算力有多强，而是在有限的功耗和内存下，怎么把大模型跑起来，还能跑得流畅。英伟达的芯片算力确实很强，但一块 H100的功耗是700瓦，需要专门的散热系统和供电系统。而手机芯片的功耗只有几瓦，最多不能超过10瓦。把英伟达的技术直接搬到手机上，手机会直接变成暖手宝，10分钟就没电。而高通过去30年一直在干一件事，在极致的功耗限制下优化芯片的性能，这是刻在高通基因里的能力。从2G 到5G，高通每一代芯片的迭代核心目标都是在提升性能的同时降低功耗。这种能力是英伟达、AMD 这些做云端芯片的公司永远学不来的。他们从来没有在功耗受限的环境里做过产品，也根本理解不了端侧的需求。现在主流旗舰搭载的骁龙8Gen已经能流畅跑70亿参数的大模型，支持本地生成文本、图片、语音。即将推出的下一代骁龙旗舰芯片将直接支持100亿参数的大模型本地运行。再过1-2年，你手里的手机就能拥有相当于2020年一台超级计算机的 AI 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高通的技术。你现在买的任何一部旗舰手机，只要它支持端侧 AI， 里面用的一定是高通的芯片，这不是巧合，这是技术壁垒带来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高通的端侧 AI 能力不是只局限在手机上，它已经把同样的技术复制到了汽车、IoT、机器人等所有终端设备上，这才是高通真正的野心，它要做所有智能终端的 AI 底座。很多人觉得6G 还很远，跟现在的投资没关系，但你要知道，科技公司的布局都是提前10年的。现在的5G 标准是高通在2010年左右就开始主导制定的，而现在高通已经在主导6G 的标准，制定了6G 和5G 最大的区别，不是更快的网速，5G 的网速已经足够快了，大部分人根本用不上。6G 的核心是通感一体化，什么意思？就是把通信、感知、计算全部融合在一起。未来的6G 网络不仅能传输数据，还能像雷达一样感知周围的环境，测量距离、速度、角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人机不需要摄像头就能在复杂环境里自主飞行，机器人不需要昂贵的激光雷达就能精准识别和操作物体，自动驾驶汽车不需要复杂的传感器套件就能实现全场景的全天候感知，甚至你的手机都能变成一个 3D 扫描仪，扫描周围的环境，生成精确的3维模型。而高通就是这个未来的标准制定者。到那个时候，高通的业务就不再局限于手机，而是会延伸到无人机、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所有需要连接和感知的地方都会有高通的芯片和专利，这才是高通真正的长期增长空间，也是市场现在完全没有定价的部分。市场现在只看到了高通现在的手机和汽车业务，却没有看到它在6G 时代的无限可能。讲完了高通的护城河，我们来看看它最新的财报。很多财经博主看到财报里说高通净利润同比增长162%，就开始吹高通爆发了，说 AI 行情终于轮到高通了。但我要告诉你，这个162%的增长，90%都是水分。如果你只看这个数字就去买股票，大概率会被市场收割。高通这一季度的净利润是72亿美元，看起来确实非常漂亮。但你仔细看财报的附注就会发现，其中有57亿美元是美国政府给的一次性税收优惠。具体来说，就是美国政府把高通过去几年在海外赚的钱已经征收的税款退给了他，这是一次性的收益，明年就不会再有了。把这个一次性收益去掉，高通这一季度的真实净利润只有15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实只有12%左右，这才是高通真实的经营状况。很多人不会看财报，只会看头条新闻里的净利润数字，然后就被管理层骗了。这就是我常说的财报去水分。你看到的所有数字永远是管理层想让你看到的数字，而一个合格的投资者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水分挤掉，找到数字背后的真相。
但这还不是这份财报里最关键的信息。虽然整体净利润的增长有水分，但这份财报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被几乎所有人忽略了，那就是高通的业务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的变化。过去30年，高通90%的收入都来自手机业务，它就是一家纯粹的手机芯片公司，业绩完全跟着手机行业的周期走，手机行业好，高通就好，手机行业差，高通就差。但这一季度这个规律被打破了，这一季度高通手机业务的收入同比只增长了1%，基本停滞了。这很正常，现在全球手机市场已经饱和了，每年的出货量就在12亿部左右徘徊，很难再有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高通的汽车业务收入同比增长了38%，IoT 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了21%，这两个业务加起来已经占到了高通总收入的30%以上，而且这个增速还在加快。你要知道，汽车芯片的生命周期和手机芯片完全不一样，手机芯片的生命周期只有1到2年，今年卖出去的芯片明年就淘汰了。而汽车芯片的生命周期是10到15年，一旦一个汽车品牌用上了高通的芯片，未来10几年都会持续采购高通的芯片和软件服务。这意味着高通的汽车业务未来10年都会有非常稳定可预测的增长。现在特斯拉、宝马、奔驰、大众、通用几乎所有的主流车企都在用高通的数字底盘芯片，高通的骁龙数字底盘已经成为了智能汽车的标配。你现在买任何一辆20万以上的智能汽车，里面的车机系统大概率用的就是高通的骁龙8155或者8295芯片，而且高通在汽车领域的野心远不止车机芯片，它现在已经开始提供自动驾驶芯片、车联网芯片、车载通信模块，甚至是整个汽车的软件系统。高通正在把汽车变成一个大号的智能手机，而它自己就是这个大号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和芯片供应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高通已经完成了从一家手机芯片公司向一家横跨手机、汽车、IoT 的平台型公司的转型。这个转型已经不是未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但市场现在给高通的估值还是按照一家传统的手机周期股给的，这就是最大的估值错配，也是高通最大的投资机会。现在我们来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高通现在的股价到底贵不贵？它的合理估值应该是多少？我们先做一个最简单的横向对比。现在英伟达的滚动市盈率是31倍左右， AMD 的滚动市盈率是166倍左右，而高通的滚动市盈率只有18倍。就算我们把刚才说的57亿美元一次性税收收益去掉，高通的动态市盈率也只有22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因为市场给英伟达的估值是 AI 成长股的估值，给高通的估值是传统周期股的估值。市场认为英伟达的增长是无限的，而高通的增长已经到头了。但问题是，这个前提根本不成立。高通现在的 AI 业务增速一点都不比英伟达慢，而且高通的现金流更稳定，护城河更深，风险更低。英伟达现在的业绩完全依赖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一旦科技公司减少数据中心的投入，英伟达的业绩就会暴跌。而高通的业绩分散在手机、汽车、IoT 3个赛道，还有专利业务作为保底，它的抗风险能力比英伟达强得多，这种估值差距显然是不合理的。市场迟早会意识到，高通也是一家 AI 公司，而且是一家比很多 AI 公司更有价值的 AI 公司。到那个时候，高通的估值就会迎来重塑。我用 DCF 现金流折现模型给高通做了2种场景的估值，所有的参数我都尽量保守，没有做任何乐观的假设。第一种是保守场景，假设未来5年高通的整体营收复合增长率是8%，其中手机业务的复合增长率是3%，跟全球 GDP 增速差不多。汽车业务的复合增长率是30%，维持现在的增速。IT 业务的复合增长率是20%，专利业务的利润率保持在70%不变，折现率用10%，永续增长率用3%，算出来的合理股价是150美元左右。现在高通的股价大概是140美元。也就是说，在最保守的情况下，高通现在的股价也没有被高估，它现在的价格已经完全反映了所有的利空因素，包括苹果自研基带的风险，包括手机行业饱和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的风险，向下的空间非常有限。
第二种是乐观场景，假设端侧 AI 在未来3年全面爆发，2028年全球端侧 AI 手机的渗透率达到80%，汽车数字底盘的渗透率达到60%，高通的整体营收复合增长率达到15%，在这种情况下算出来的合理股价是3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在乐观情况下，高通现在的股价还有1倍以上的上涨空间。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最终的结果会在这2个场景之间。端侧 AI 的爆发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慢一点，但一定会到来。高通的估值修复也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像英伟达那样一夜之间涨10倍。但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这种稳健的上涨其实比暴涨暴跌更有价值。除了估值优势，高通还有一个非常吸引长期投资者的点，就是它的股东回报政策。高通刚刚宣布了新一轮2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而且已经连续23年增加股息。现在高通的股息率大概是2.8%，虽然不是特别高，但胜在稳定和可持续。高通的现金流非常健康，账上有超过300亿美元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每年的经营现金流超过150亿美元。它完全有能力继续增加回购和股息，这就相当于你买了高通的股票，不仅能享受公司成长带来的股价上涨，还能每年拿到稳定的分红。这种标的在现在波动巨大的 AI 板块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当然，我不是说高通没有风险，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果你只看优点不看风险，迟早会踩坑。高通现在面临3个最大的挑战，每一个都可能影响它的短期业绩，也都是市场一直担心的问题。第一个是苹果的自研机带走，苹果已经明确表示，2026年将会在 iPhone 上使用自己研发的基带芯片，彻底摆脱高通。苹果现在占高通手机业务收入的20%左右。如果苹果真的完全去高通化，高通的短期业绩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但我要提醒你，苹果自研基带已经搞了10几年了，投入了几百亿美元，到现在还是搞不定。5G 基带的难度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它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专利问题。就算苹果2026年真的推出了自研基带，性能能不能赶上高通还是个未知数。而且就算苹果不用高通的基带，还是要交高通的专利费，这一点苹果永远绕不开。第二个是内存价格上涨对端侧 AI 的抑制。端侧 AI 需要大量的内存来跑大模型，现在旗舰手机的内存已经从8G 涨到了16G， 未来2年可能会涨到32G 甚至64G。如果内存价格持续上涨，会大幅增加手机厂商的成本，进而抑制端侧 AI 手机的普及，这是一个短期的风险，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第3个是地缘政治摩擦。高通是一家美国公司，它的很多客户都在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也是高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如果地缘政治局势恶化，高通的中国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长期的不确定性因素，你在投资的时候必须把它考虑进去。这3个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任何可以回避的地方，但我认为这些风险都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了。现在高通的低估值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风险，如果这些风险没有发生，或者影响比市场预期的小，高通的股价就会迎来修复。如果这些风险真的发生了，高通的股价也不会跌太多，因为已经跌无可跌了。我经常说，投资就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最好的投资机会就是那些基本面很好，但因为一些短期的利空因素被市场错杀的公司。高通现在就是这样的公司。很多人在 AI 行情里总想着找下一个英伟达，总想着一夜暴富，但他们忘了英伟达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它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再想找到一个像英伟达这样在一个新兴赛道里占据90%以上市场份额的公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高通不一样，它不需要成为下一个英伟达，它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把端侧 AI 的优势保持下去，把汽车业务做起来，把6G 的标准制定好，它的价值就会被市场重新认识。英伟达是 AI 时代的心脏，负责提供最强大的算力，而高通是 AI 时代的毛细血管，负责把 AI 能力输送到每一个终端设备。心脏很重要，但毛细血管也同样重要。没有毛细血管，心脏再强大也没有用。现在市场只看到了心脏的价值，却完全忽略了毛细血管的价值。这也就是高通最大的投资机会。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你不需要赌端侧 AI 会不会爆发，你只需要相信 AI 最终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一定会出现在每一个终端设备上。而只要这个趋势成立，高通就一定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端侧 AI 是真正改变我们生活的刚需，还是资本包装出来的伪需求？你是更看好云端 AI 的未来，还是更看好端侧 AI 的未来？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理由，我们可以一起深入讨论。投资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很多人在 AI 行情里追涨杀跌赚了快钱，但最后又都亏了回去。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短期的股价波动，却没有看到长期的产业趋势。真正的长期主义者会在别人疯狂的时候保持理性，在别人忽略的时候寻找机会。他们不会去追那些已经被炒上天的热门股，而是会耐心等待那些被市场错杀的优质公司，然后在合适的价格买入长期持有。高通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它可能不会让你在1年之内赚10倍，但它会让你在未来5到10年里获得非常稳健的长期收益。它会让你在市场暴跌的时候睡得着觉，因为你知道它有深厚的护城河，有稳定的现金流，有明确的增长逻辑。如果你也想在美股市场里少被情绪带跑，多用产业逻辑、财报逻辑和长期主义去理解机会，就可以关注这个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最硬核的美股分析和最实用的投资方法，帮你避开市场的认知陷阱，实现财富和认知的双重复利。本视频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专业投资、金融、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涉及相关问题，请咨询专业人士。请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